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慈善计划的学员，我来自马来西亚。首先呢，先谢谢面具人提供我们这个慈善计划给予我们。对于这慈善计划，真的很有帮助哦。因为现在马来西亚疫情真的很严峻，我们这几天才刚刚破了总确诊人数破了100万人，所以对于我们只能待在家的人来说，就是阿霞这款游戏真的很好。那一天其实只要花1-2个小时去闯关啊、对战啊或完成任务啊，就有不错的一些收益，每个月就多少都可以补贴一些生活费用了。那当然就是很感谢，就是面具人有这个慈善计划啊，感恩。那大家就是祝大家身体健康。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。今天呀，出现了恐怖的事情，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呀！今天呀，咱们的节目主要来说3件事儿啊，大家听好了。中国移民局官宣停止办理护照，闭关锁国开始了，钱会变成数字人民币。买 USDT 也变难了，快想点办法吧！比特币和 Axie 是你最后的财富避险港。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呀，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，就有机会获取价值$600的爬虫类 Axie 的蛋蛋。距离开奖日期还剩7天时间，大家抓紧转发吧！并且呢，附上转发的截图发送到面具人的邮箱。好，讲正题之前，新来的观众朋友们，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要命的大事儿啊，那就是国家移民管理局官宣了，对非必要紧急出境的事由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。大家回想一下啊。之前的这个收缴护照呀、不发护照呀，还只是私底下民间在那儿偷偷摸摸的做，并没有官宣。可是呢，这下可好了，官方直接出政策了，没啥事儿，别出国，老老实实的在国内搬砖。针对这个事件啊，针对这个政策啊，国家给出的理由是，因为防疫需要，所以呢，各位不能出国，包括你们在座的各位大陆朋友们。那面具人，我听到这儿啊，就觉得奇了怪了呀。因为防疫需要，所以不能出国，这个话有点矛盾呀。你说你不让别人进来是防疫需要，没有问题。可是呢，这个人出去了，他应该是不影响国内疫情的呀。这人就算是有病出去了，他也是在外国传播疫情呀，对不对？和国内防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哎，说到这儿了，可能就会有人说了，哎呀，共产党要拯救世界呀，共产党不能危害世界呀，要为了国家和全地球的繁荣和谐健康做出贡献啊，不能让有病的人到处乱跑。面具人，我都想说，共产党你在这儿就别装好人了，说怕影响别的国家。那你共产党为啥早点不把武汉的万家宴给停了，还搞什么万家宴扩散到全世界，对不对？你不搞万家宴，不把这些有病的人在前年输送到全世界，那就没有这个事儿了，对不对？实际上啊，共产党现在为啥不让他的老百姓出国啊？原因在这里。共产党现在就是借着疫情的借口不让中国人出国，就是为了留住人口人才，同时呢，避免这些人抛售房产，出国了以后顺便带走自己的资产，带走自己的外汇。首先呢，房子现在肯定是非常的难卖的，而且呀，几乎是卖不出去了。你就算想强行的把房子卖掉，那你几乎肯定是赚不到钱的，而且呢，甚至还会亏钱。面先知去年的预言也已经完完全全的实现了。我之前说过，共产党会给房子增加什么学区房呀、捆绑养老、就业、上学等附加值
的必然性，抬高房价，逼老百姓买房，否则呢，不买房上不了学，不买房不给你找好的工作，对吧？然后呢，逼这些人去买房，等这些傻逼老百姓中了圈套了以后，买完了房子以后，就开启2次压榨，2次割韭菜，逼迫老百姓租房，把房权和人权挂钩。以后呢，租房资金包括租房的手续也要统一监管。面具人我早就知道有今天了，你像去年搞什么5·8同城呀，搞什么贝壳租房呀，看起来是为了老百姓好，实际上呢，就是共产党想要横插一杠来赚这个钱。然后呢，现在用学区房把这些老百姓的韭菜圈起来了以后，他现在呢又不想让这些学区房流通，不想让这些房子再卖再变现。那么他把学区房逐渐的变成学户房，学户房呢现在刚好直接就把你的学户房也没了啊。然后呢，现在又逼你们去租房，反正呢就是不让你卖。中国的房子现在已经成啥了？只能买不能卖，听懂了没？你只能把钱交给党。什么二手房不二手房，有钱去买一手房。二手房你也是要把房子交给国家统一的平台去收租，收出来的租以后，然后呢给你数字人民币，听懂了没？你们看这个视频啊，又要见证历史了，因为搞不好学区房真的要凉了，恐怕连学区房这个概念以后可能都要没有了。昨天呢，深圳特区建设条例公开征求意见，这个条例的正文第一句话就是把优化教育结构、促进教育公平放在优先位置。条例里专门提到要探索租售同权，推动租房的居民在基本的公共服务方面与购房居民享有同等的待遇。也就是说，以后呢，租房子跟买房子的待遇一样。这个事儿你别小看它，可真的挺大的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在深圳买房子是孩子入学的重要门票，不光要买房子，还得早点买才有用。因为居住的时间跟入学的资格是挂钩的，有些学校甚至会把住房的面积跟入学资格挂钩。比如说，房子要是不满30平米的话，那你得住满6年才能上学。可是父母们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，只要是有孩子的家庭都会去考虑这种上千万的学区房的成本。但要是这个租售同权被落实了，孩子上学不需要房产证了。你只要租个房子，并且稳定居住，就跟房产证有同样的效力。这样呢，大家就可以省下一大笔的生养孩子的预算了。可能有人会说，那这样一来的话，学区的房租不就是要大涨了吗？但是条例中还有规定，要建立房屋租赁参考价格制度，对租金的水平也要进行合理的调控。参考价格呢，就是官方给一个定价，供商家和消费者来参考。有了这个参考定价呢，房租就不允许再坐地起价了。再加上今年实施的民法典里面也是有规定的，就是房东不能再单方面提高租金了，他必须要得到承租人的认可才可以。并且呢，就算不对租金进行调控，学区的房租也不一定会涨了，因为深圳的这个新条例里面不仅消灭了学区房这个概念，恐怕连学区的这个概念都要消灭了。条例里提出要建设大学区，实现教育大公平。什么叫大学区？你可以简单理解为3个方面。第一呢，是硬件平均分配，就是说所有学校的设备设施都要按照统一的标准来配置。第二呢，是软件平均分配，就是会建立起教师的交流制度，让所有的学校共享师资力量，让老师流动起来。第三呢，是资金平均分配，所有学校都按统一的标准来拨款，有多少学生就拨多少钱。所以呢，总结下来就是把所有的教育资源都要平均分配了。更绝的是，还要推行大学区招生和办学管理模式。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简单理解为，所有学校都变成教育局的分公司了，招生管理统一调度。比如说，我们把入学申请发送给了学校，但是教育局会统一用数据来分析申请，然后他来统一调配。所以用一句话来说，以后孩子报哪家学校，结果都一样了。当然了，这肯定会是一个逐步的推进的过程，而过程中的执行力度啊、执行效果如何呀，都是需要我们去密切观察的。但是你也要知道，咱们深圳一向都是敢为人先的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就要看看未来几年大深圳能不能多生点宝宝，给全国人民打个样了。抖音，图穷匕现呀！是不是把我去年的预言全部都实现了吧？大家有不相信的观众朋友们，可以翻翻我的老视频呀。
就这么的简单呀。目前来看呢，大陆人想要出国都已经是非常的困难了，而且呢，自己的资产也几乎是很难变现了。咱们先来说出国啊，这个出国现在具体有多困难啊？面具人念一组数据给大家听一听啊。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通报了2021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的主要数据。2021年上半年，全国共签发普通护照33.5万本，33.5万本啊！全中国有14亿人，只给发了33万本护照。就这呢，还没除去那些什么8000万党员的子弟，那些红色贵族，那些官员子女，对吧？那你说这些护照到了普通老百姓手中，又能剩下多少呢？这是个什么概念啊？大半年的时间，全国14亿人只发了33万本护照，相当于往年发放量的1%到2%之间。你们算算，中国光县级区域就有2862个，每个县都是成百万的人，对不对？还不算是什么区呀、市呀、地级市之类的、省之类的，这么多个地方，你才给发33万本护照哟。哎，也就是说，普通人几乎是拿不到护照的。现在你们在座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除了香港、台湾人啊，大陆人，你们想要出国，已经是非常的困难呀。而且呀，你们以后不但出不了国，你的钱也很难再转移出去了。现在呢，给海外转账呀，什么支付宝呀、微信呀、扫码呀，几乎都是扫不过去的。而且你就算跨省转账啊，陌生人没有资金往来的，转上几笔，很容易就把这个支付宝、微信给封了。昨天我说过了啊。然后呢，就是你在这些买币平台上面想买 USDT 也很难了。你只要去买，卖家就会要求你去银行打什么流水截图，还要开证明之类的。总之呢，就是打着冠冕堂皇的各种理由限制你，不让你买 U， 因为你买了 U 以后，你可以对接国外的资本，对吧？你就可以把钱转出去啊。现在呢，只有一些比较黑的渠道能把钱弄出去啊，或者是选什么线下交易、场外交易。可是呢，你线下交易，你拿现金去买 USDT 的时候，你还有可能被钓鱼执法，然后直接进局子，U也买不成，钱被收走了以后，想要把人赎出来，还得花个10几万。你也不知道网上对面啊，声称给你要卖 USDT 的人，他到底是真的卖 USDT 的人，还是骗子，还是警察呢？总之呀，在中国活着真的是人人自危呀。现在这些老百姓真的是太可怜了，只能被锁在国内，然后呢被大数据监控，然后呢被各种的文宣呀、这些红色贵族明星呀，给你洗脑啊。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，就丧失了自我意识，丧失了自控能力，整个大脑、整个内心都是归党管，被这个天线遥控着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把你锁在国内，还不让你出去。不但要把你搞了，不但要把你洗脑了，还要把你的儿子、女儿、全家都洗脑，然后呢，再强制你打国产疫苗，连哄带骗的。打了以后呢，这个疫苗呀，还真不知道会有什么长远影响的。当然了，国外的这个预防针啊，打起来，你说像什么，这些民主国家的，你不打无所谓啊，也没人强迫你打。但是呢，这个新闻公开、评估公开，你打了以后，你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了，你随时都可以公开爆料。可是呢，你在共产党，你别说是出问题了，你就算打死你，你敢说吗？你敢说了以后，你的信息能传播出去吗？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公正公平，你知道吗？所有的信息，所有的一切，党管一切，听懂了没？而且习近平前2天还说了，共产党要把枪杆子握紧，这是最高底线啊！
哎呀，我都真的就跟那个猪圈里面的猪一样啊，耳朵一拽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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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给你弄了，管你愿不愿意呢，对不对？哎，面具人，我细思恐极呀，细思极恐呀，细思拉稀呀。按照共产党不想给中国老百姓退养老金的操性，我真的是能想出来啊！你们这些观众啊，大陆观众，活到50、60岁以后，老了以后没劳动力了以后，就直接可以去死了，得癌症或者得什么斯德哥尔摩，或者得什么精神病呀，或者是直接就挂掉。反正总之呢，你交完养老金，交了以后呢，不要来领，领之前最好先死了，以后我烧给你，听懂了没？哎，惨呀，真的是关门放狗呀！大陆人犹如瓮中之鳖，任由宰割。你们在座的各位观众啊，如果现在有看过我的节目，尤其是去年看过我的节目的人啊，现在还被锁在大陆境内的，我只能说你活该。我去年、前年，尤其是我去年喊了一整年啊，我早就叫你们赶紧跑，最后的机会就是去年的下半年的开学季，那个是你们最后的能跑路的机会了，你们不听，看现在想走走不掉了，是不是？老观众朋友可以给我作证啊，我是不是在去年的很多期节目都已经说过，去年夏天的开学季，无论你是去英国、法国、日本，那就是你们能走的最后一个机会了，最后的跑路机会了。我还说过，给我作证啊，今年春节是你们能过的最后一个好年了，是不是？过完了以后，数字人民币闭关锁国，全部都要实现，通通都要实现，一个都跑不掉。好了，现在出不去了，这下你们可开心了，只能强行的被锁在墙内，该洗脑的洗脑，该给儿子洗脑的洗脑，该被割韭菜的就把脖子伸出来给割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呀，我就觉得中国人的这种贪心呀，啥都拿不起，啥也放不下，啥都想要，啥都想贪，最后呢，就只能跟猪一样，你在那儿警告他，喊半天说屠刀马上就要砍下来了，然后呢，他就是不跑，然后呢，就是一刀下去，真惨呀！见了棺材也落不了泪了。想面具人，我当年啊，什么都不求，我倾家荡产，我套出来我所有的钱，我移民，我哪怕是一无所有呢，只要我能出国。结果呢，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有了，对吧？在国外赚钱呀，真的是比在国内赚钱容易太多了。在中国大陆能赚钱的只有党能干，只有红色贵族能赚钱，老百姓就老老实实的去搬砖。为啥他要搞防火墙呢？对吧？他就是为了害怕你们，知道这些海外的这些第一手的真实消息、发财消息，你们都把钱赚了，共产党赚啥嘛？对吧？共产党只能让你们最多啊吃点残羹剩饭，对吧？你看好多人翻墙的，有幸能看到面具人我节目的，跟着面具人我做了很多项目，对吧？SLP、AXS、买 Axie， 现在都发财了，对吧？虽然人在墙内，但是呢，还是能多多少少赚一些钱，补贴家用，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轻松一点，对吧？可是呢，一旦是这个互联网墙隔绝了，把你们信息阻碍了，那你就看不到面具人了，那你是不是就接收不到真正的这个能赚钱的消息？或者呢，就算是你翻了墙了，你还会被那些什么大外宣呀、骗子博主把你坑得个底朝天。报应呀，报应呀！有些人真的是倒霉啊，命没到那儿，生下来就是一个惨命。有些人呢，真的就是活该，知道吗？自找的，贪多贪到最后什么都没有。那么一说到贪多了啊，面具人想要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啊，以太坊目前来看呢，已经在$2600站稳了2天时间了。比特币反而跌了一点，跌破了$4万大关。但是大家别急，我昨天节目已经说过了，我个人判断啊，
在10月份的美金大放水之前啊，很可能呀，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就会这样的横盘、横着了，不会再出现大幅度的下调。听懂了没？反而呢，会频繁的空多换手。这个大盘啊，庄家啊，会趁你没信心的时候猛然的暴拉，拉完了以后呢，哎，你有点心里面小激动了，哎，然后呢，你追高，他就再给你小幅度的下砸，他就这样一拉一砸，一拉一砸，因为他有大数据嘛，他可以分析出来他接下来该怎么做，对吧？一砸能爆仓，一拉能让人追高，他就这么做。他们能看到的信息是你们永远看不到的，知道吗？除非是，哎，你是一个名人或者是成功人士，对吧？你有资本能索取到他们的信息。在这里啊，咱们都是平头老百姓，没有那么多的神通广大，所以呢，我建议大家最近啊，不要随意的做空，不然呢，后果很严重。大家可以预想一下啊，遥望一下，10月的美金大放水会带动全球同步印钱对冲美金，到时候呢，全世界的钱都会变多。而你设想一下，你要在这个时候把盘子砸到10月，一直砸下去，砸出新低，等到那个时候散户们有钱了，你却一路砸下去，砸到了10月出现新低了，你这不是给散户们抄底铺底的机会吗？我是庄家，我肯定不会这么做。现在呀，庄家就是跟你们玩心理游戏呢，玩心理战呢。他会尽量的在更高的位置吸引更多的散户热情，顺势呢再吸走大量的全球印钞的钱。等到他吸不动了以后，这些底部的鲸鱼们就会一次性的把水吐出来，釜底抽薪。大家可以看看最近的以太坊的走势图啊，来看图。我们可以从图中很明显的看出来，这么多的阳线都在大量的奔放的，这些资金啊都是裸奔进去的，往里冲，往高拉。所以呢，这段时间呢，面具人我只能选择玩 XA。我昨天呢又买了100多只 XA， 差不多用了有100多只，3只一组的话1万多人民币吧，我差不多用了有30-40万吧，对吧？花了这么多钱，没事儿，不怕，因为我的 XA 一天就能帮我赚7-8万块钱吧。其中呢，有3-4万我都是拿出去做慈善，资助穷人的。我自己呢还能留下3-4万，一天4万块钱，一个月我就能有120万的纯盈利吧。剩余的120万我就资助穷人喽。谁有面具人，我和我的会员们慷慨呀，对吧？我的面具慈善机构一个月就能输出几百万的善款哟。你们看看，纵观整个油管博主，有哪一个人能做到我这样的？并且呢，我现在已经完全的不受空多影响了，我还能回馈社会，做善事儿，顺便呢自己也能赚点钱，对吧？我赚钱我应该呀，对吧？我应得的，而且我赚了钱了，我还知道拿出来一半去帮别人。你说那些个什么骗子、大外宣、网军、造谣的博主，哎，天天说面具人我这了那了，不行你也捐个几百万出去嘛，对吧？来嘛，啊，面具人我这都是真凭实据的战绩，你要多少的这个穷人可怜人我都有，都可以让他们每天给你做一个节目作证，对吧？啊，全世界全球各地都有面具人我资助的人。而且面具人我资助的人当中，其中不乏有香港人、台湾人。哎，就这，去年还有很多那些大外宣造谣说面具人我是大外宣，我是去害香港人、台湾人的。哦，来，现在你们仔细观察一下，面具人我害香港人、台湾人了，我还自己掏腰包投资，让大家去赚钱，去资助你们。然后那些个所谓的反共博主、民主斗士，除了问你们要打赏、要捐款之外呢，还要煽动你们上街去游行，去给共产党当炮灰，然后嘞，他们吃你们的人血馒头，
反而呢1毛钱不资助你们，不善待你们，那还要拿你们上街游行的那些惨状画面来拍节目，来博取流量，再要你们的打赏，来赚广告费啊！你看他们就那点出息啊！面具人，我是不是去年从头到尾我都说了，你上街游行你就能干翻共产党了？没用，三思而后行，不如把精力留着，想点更好的办法，干点更有意义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反共这种事情要从长计议，你还觉得你2天半你就能把一个100年大党反死喽？啊，太异想天开了吧！现在再看看啊，是谁在真金白银的帮助这些香港、台湾、菲律宾、大陆的这些真正穷的需要帮助的人啊？我是大外宣，我害人，我还自己掏腰包去帮人，然后呢，那些所谓的民主英雄、民主斗士，除了找你们收打赏，还能干啥？还能干啥嘛？对不对？就那点操性、出息，对吧？你说那些什么大神呀、圣人呀，那些什么K 线艺术家呀，他们资助过谁啊？哎，总之呢，这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不要轻举妄动。有钱的话，尽量投资这些稳健型的产品，比如 Axie， 对吧？你说到这儿了，你可能会质疑面具人，我讲话准不准？我讲话准不准？你可以把我的节目啊翻回到半年以前，看看我是不是在1月、2月、3月都已经精准的预言到了共产党接下来会收矿机、收矿场。而且呢，共产党收完矿机、收完矿场以后，他就会把收过来的矿一次性的发射出去很大量，来砸盘，引发一轮避灾。这些事情我是不是都预判准了？而且呀，整个加密货币市场 DeFi、NFT 在今年下半年的火热，是不是也是我之前的那个大浪淘金理论的时候精准的说中了？反正现在呢也赚钱了，对吧？善事也做了，你们是一路看过来，面具人我是怎么骚操作的，对不对？目前呢我做节目真的是没激情了，而且呀，我现在的这个慢性中耳炎呀、下颌骨关节炎呀，都是影响我说话的一个这个关键的病症吧。我现在说话都有点不太利索了，所以呢，我只能把话讲慢点儿。身体原因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我最近做节目的这个更新频率确实是降低了，确实是身体不太好。那么接下来的操作啊，我给大家可以透露一点消息，毕竟面具人我还算是个名人吧，我的影响力可都是真实的。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播放量几万，就是有几万的真实观众在看，我不刷流量，不买点赞，不刷留言啊。你们可以问一问你香港的、台湾的周围的朋友啊，应该是隔上几个人，或者是有涉及到这个圈子的，多多少少都能问到有认识面具人我的，对吧？那我也算是个小名人了。那么凭借着我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力的话，我确实是能直接的对接一些项目方，做一手的大项目。首先呢，这个 Axie 迷雾你们都看到了，对吧？让我拉起来了以后下不去了。Axie 创造了多少的财富神话 ，AXS、SLP、Cake， 对吧？迷雾呢？迷雾也是不停的翻倍，不停的翻倍，跌下来了又翻倍，跌下来了又翻倍，是吧？看我的节目是不是能赚钱？看我的节目，尤其是加入我的会员啊，是不是能掌握最好的最新的项目？你们可以看到迷雾是不是大制作？我告诉你们，面具人我手里还有几个项目呢，但是呢，碍于项目方的限制，目前呢还不到推广的时期，我不能前期的透露他的创意或者是一些资料，否则呢我要被告的。我一被告，你们就见不到我了。不说了，有些事情呢，我只能在我的会员群里面说一些细节。如果大家想要和面具人交流一手的讯息和学习 Axie 的赚钱办法，请看，这是我的 Line ID， 添加我 Maskman996 办理会员手续。
尽量不要给我发邮件啊，因为我每天的邮件太多了，可能会回复不过来。好了，别忘了转发我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给我。还剩7天就开奖了，价值$600的爬虫类 XC 蛋蛋，你有机会获取哟。剩下的话我们群里面再说，祝你好运，再见。